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25号。今天比特币视频来帮粉丝朋友们判断一下比特币目前的支撑位。这一波我们的多单利润，不管是听我建议 25K 或者是 26K 继续买入的，反手目前要怎么设置，包括两张图表里面的知识，一会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特币简单周期赚钱方法。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一张图表啊，半年多以来是一直跟朋友们提醒，比特币在 25K 附近，除了昨天跟大家提到的在 25K 低位的区间，从 K 线图专家操盘留下的痕迹可以明显的观察出来，有人在吸筹，而且从图形的技术形态有几个位置也是跟大家讲，这种下降楔形就是有人在偷偷的吸货，有几个转折的位置，这个位置给大家判断过一次，这个位置也给大家判断过一次，后面在这个位置也是跟大家讲有一个不标准的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包括今年的6月份，当时这个位置转折的位置也是有跟大家讲有一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有可能都是主力偏向，每一次高点反弹的力道都是相对比较弱，一直在打压到某一个低点的位置，明显的观察出来，像这种形态如果是在整理区间低档的位置，说明有可能就是有人在偷偷的吸货。所以现在行情价格已经是涨了上来，我希望在这几个位置买入的朋友尽量给我赌大长线哦，因为像这种如果是在区间里面波段低点位置买入的仓位，它主力不一定会再压回到这些低点的位置。如果你担心的朋友，我的观点是反手至少要设一个成本的反手位，或者是我去年在这一个 15K 16K 底部的一些仓位，我到现在都没有做卖出的动作或者是平仓的动作，而且也没有设置反手位啊。所以担心的朋友，他现在是在第二个波段启动的这些低点的位置，我的观点是主力洗盘的位置不会再洗到这些低点的位置，所以担心的朋友，我的观点是，首先有一点，你要保证自己的本金反手位先设在自己的成本位。那如果支撑想往上修正，反手想往上修正的，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几个支撑位啊，这边有一个支撑位，还有一个就是接近 32K 附近，等下来跟大家聊。所以我们观察一下，像这种下降楔形有可能就是主力刻意打压，来到一个末端的位置，它有可能爆发出来，行情就会非常的大。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记得是在21年的时候，当时在顶部的位置评论区也是有很多粉丝在探讨6万以上的高点的位置，有两个位置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就是主力有可能刻意不制造空间压回的低点，有可能就是主力刻意制造的低点，每一次压回的深度都是相对比较浅，然后它有可能就是在高档的位置偷偷的派发，像这种形态有可能就是派发的形态。所以像这种如果是在上涨的区间里面，它每一次洗盘的低点都不太充分的情况下，如果加上高点也是形成一个夹角的技术形态，那我们要留意，有可能像这种形态它未来就是要看跌的。所以这一波行情走到现在，我的观点不必去担心啊，因为空间已经是把我们底部买入的筹码利润整个空间全部都拉开了。那短线在这个位置，我的观点不排除有可能短期会震荡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一张图表啊，因为这一次 32K 昨天视频有提到的那一个熊市非常重要的熊市的颈线目前已经是突破，所以你波段的反手也可以留意一下，就是这一个 31.5K 附近，它是接近前面在 32K 附近的这个高点的位置有一根空方的吞噬，然后这一个开盘跟收盘价附近就是这个位置目前已经是突破。所以我的观点，朋友们手上多单利润，你如果想设置一个反手位，可以留意一下这一个 31.5K 附近，或者是这一根 K 线一半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区，或者是 35K 也是聊了有一段时间，我是没想到昨天价格就在 35K 附近，
因为我记得是在前面低档的位置就有跟大家讲过，当时比特币还没有涨到3万美金，低点的时候就跟很多朋友讲，我估计比特币上涨有可能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压力位 35K。 当时在底部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嘲笑比特币3万都还没到，现在就在看3万5，所以我也没想到啊，昨天价格已经来到3万5。不过这个位置昨天也没有去做空啊，因为我估计有可能这个位置最多就是一个震荡整理，后面估计应该是要继续挑战这个3万5。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2个支撑位啊，就是这个 31.5K 为什么幅度设的会这么深啊？因为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既然上面 35K 是有一个压力区，那昨天 K 线它上影线跟这个实体其实也就一半一半啊。既然影线这么长的情况下，我估计这个位置上方压力应该是相对比较重啊。而且 35K 我们可以连到比特币在2021年或者2022年的这个位置，就是在2022年当时这一个整理区间是在3月份左右，这边有一个下跌的次低点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位置 35K 画一个区间去观察，它这边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压力区是在 35K。 然后还有一点朋友们不要忘了，前面有跟大家讲过几个观点，就是这个头肩底的形态，它既然颈线 25K 是突破，我的观点是 25K 你去计算下方的 15K 空间是1万美金，所以也是跟朋友们预判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理论的空间，这一个头肩底突破它应该空间要接近 35K 附近啊。所以现在的观点是这样子啊，既然空间感觉是已经来到一个满足区，不排除短线有上影线，这个位置会不会震荡一段时间？如果震荡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朋友们要留意哦，它有没有可能主力整理的时间不要拉长，如果是强势的情况2到3天，它最好是赶快继续往上经过。那如果相对比较中线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整理个8天，它必须往上经过？如果是超过8天，那你要留意在这个位置，如果是接近20天，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它会不会有挖坑的走势。然后还有一个观点，整个中线的一个支撑区，我的观点是你也可以把中长线的波段防守设在这个3万附近啊。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年线的这张图表啊，因为昨天在推特上面有分享了这一张图表，很多朋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输钱啊。比特币简单的周期年线来观察，它历史上有这种高度的规律，就是它4年的周期会出现1年非常大的跌幅，4年的周期会出现1年非常大的跌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4年比特币当年是跌了 56%， 或者是隔4年以后比特币在2018年是跌了 73%， 然后比特币2022年是跌了 64%。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输钱啊。4年的周期很明显的观察，它跌1年以后基本上有3年都是大涨的，跌1年有3年都是大涨的。2022年2万开始，希望朋友们跌下去要分批买入，因为跌幅估计如果跌个 50% 至 60% 以上，应该就可以买入比特币。它后面会有3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足够上涨的空间送给我们这么多的利润。那1年多以来，为什么我不知道很多人在输钱？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在看空比特币？从这一个年线的周期看得很明显啊，希望朋友们不要去做空。我们可以看一下2018年比特币跌了1年，然后2019年比特币是涨了 94%， 后面2020年比特币是涨了 300%。 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2015年，它这个位置是涨了 33%， 因为有一个低点的黑天鹅事件，影线如果没有加上，我相信影线如果加上的情况下，比特币应该不止 33%， 所以它有1年时间下跌，然后第2年就开始涨，第3年也是涨，第4年也是涨。我的观点是历史的周期它的规律是有高度一致性啊。跌了1年，那今年2023年比特币目前是涨了1倍多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2024年的比特币它的涨幅肯定会有类似这种或者是2020年这种，
至少有几倍的涨幅。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